倒是你总提起他，让我有一点点第三者的感觉。你还真是个自来熟啊！第三者是什么？第三者得是几人关系中的主要矛盾。你连我们的关系圈都还没进呢。如果他不喜欢我，那么我说出来这4个字就会对他造成负担。我和10月不可能是情侣，现在不是，将来也不会是。所以说，你刚才是故意看着小乔和10月走的。追过去破坏，那是最糟糕的一招，不是反倒证明了他们之间有关系吗？我不去，证明我并不认为他们之间有感情。那么就是说，我们需要的是一架放下手机，只体验飞行快感、不被操作系统束缚的无人机。家人是用来陪伴的，不是用来比赛的。你人生中有没有什么重要时刻？就是那天在地下车库被流氓追着跑的那个晚上。我们应该庆祝的是，美国的经销商已经决定签署意向性的协议。哎，可是这老大还没同意呢。等你们老大同意，黄花菜都凉了。他只管科研，你们就跟着他一遍一遍的试飞，一遍一遍的改进。哪知道一个公司的运营，除了技术还需要 money。我哥已经不在了，所以你已经不是他的未婚妻了，也不是我爸的准儿媳妇了，不用再为我们南家做任何事情。今天他都会挂上暂停营业的牌子，坐在那儿，等着我哥远远的走来，带他回家给我爸过生日。我哥每年回家都是两手空空，说他这个未来的儿媳妇儿，就是给我爸爸最好的礼物。南四哥是英雄，当然了。但我更希望，他不仅是大家眼中的英雄，还能是我哥。希望他能平安回来。你真的确定今天要回家？嗯。但是，一定要带他回去吗？其实不一定非要是他，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更合适的礼物。他就是最合适的礼物。他是你3年不回家的理由。他是我要跟我哥说的话。他是你爸不想跟你说的话。我必须带他回去。没有商量的余地吗？没有。小强，相信我，现在真的不是你勇敢逞能的时候。勇敢？什么是勇敢？勇敢不是做什么了不起的大事，而是每件小事都能随心而为。
3年来，你做的每件事都是想劝我回家，但你为什么就不能勇敢地说一句，跟我回家？因为我在等你说一句，陪我回家吧。你听听，我的飞行器在说陪我回家吧。你是南桥啊，你可以为了你做的每一个决定负责任，而我呢，只负责舍命陪君子。什么时候让你舍命了？你这20几年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那接下去的20年呢？好好活着呀，我得继续折磨你。魏公好。好，来给老爷握个手。啊！哦，不好久，带他。好，慢点。这个臭小子，生日快乐！谢谢你，啊。一会儿常建雄跟小乔一起过来。我知道。爸，你想说什么？您能不能先服个软，让小乔回家看看？我门没锁，你们都能进来，他为什么进不来？你又不是不知道小乔那个脾气。我这个门啊，不仅是给他留着，也给你的丈夫留着。他人呢？他在忙着。那他应该做出对得起这些忙碌的科研成果啊。爸，其实我和他……他是我从小看他长大的，从上学到入伍，甚至转业进了科研所，每一步都听我的，踏踏实实的走到现在。我相信，他肯定没问题。爸，你不用每次都把这些翻出来说一遍。我跟他父亲是生死之交啊！那是您的生死之交，不是我的。可是你妹妹无法无天惯了，这是我们南家的失败。你跟他不一样。姐，那快去给花花草草浇浇水。趁爸不在，赶紧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啊！我去做饭了。你是什么时候对摩托车感兴趣了？生来就不能拐个弯吗？摩托车不仅仅是个交通工具，那是什么呢？追女利器。追女利器。哦，你知道摩托车不是这么容易驾驭的吗？必须要人车合一。怎么？你看看你的造型，你再看看我这个造型，我这种造型才是追女利器，好不好？对呀，我也整个皮衣，然后戴上头盔，我让其坐后边，然后紧紧地抱住我。你是什么时候对他动了真心的？我对王琦啊，是一见钟情。好，既然一见钟情了，为什么还要花这些冤枉钱？你懂什么呀？一见钟情从来装的都不是情，装的是……我才不相信什么一见钟情。那你跟南桥是？所以我想办法见他第二面。怎么了？喜欢这一台？不考虑这一台？都说你驾驭不了。服务员，哎，
这台他买。好的，先生，马上来。白痴。每次看我哥都是你陪着我。我哥的房间是我小时候最向往的地方，这有好多稀奇的书，好多古怪的玩意儿。我也想过，我这样劝欧阳琦是不是太残忍了？但是我认为我哥哥一定也希望他开始新的生活。哎，玩呢？知难而退啊，别到时候输得太难看。今天这门我还进定了，啊，我就是要看看我儿子在南红奏面前的头能低到什么程度。别在老丈人面前失了身份，别在你女人面前失了气度。今天这日子真的不……今天啊，哈哈，我的生日你记不住啊，别人爸爸的生日你记得门儿清啊，啊？今天是……我告诉你，我就看看今天我要不在，你们这饭能不能吃痛快？到底是同谋还是卧底？老规矩。行，我输我走，你输你滚。来了，来了，看，还给你带了礼物，礼物就免了。婆婆您来了。哎，给你爸带生日礼物来了。俩老顽童，幸亏有你爸爸这个死对头，我们家多了很多乐趣。就他俩，3分钟不到准掐架。对呀，5分钟不到准和好。可是今天这氛围不太合适啊。你觉得你爸爸是谁请来的？肯定不是你。难道是南伯父他自己啊？他心里跟明镜似的，把你爸爸请过来，就是想跟小乔好好吃顿饭。为了缓解尴尬，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。
你笑什么？我爸是你爸的台阶，这个关系我很喜欢。好好，进来了。来。哦，豆豆拜拜，拜拜，豆豆。你好，我没有叫外卖。您误会了，我是一跑腿的，有人托我给您送一份礼物。请问您是欧阳琦小姐吗？我是。您的。谢谢。不客气。郝杰，欢迎你。郝杰已经收到了你的爱心思念。关机也不能阻止我们之间的连接。当你打开手机的那一刻，我却不在。嘿！这什么玩意儿？看看啊！哇塞，真人体感游戏机，这礼物棒呆了！除了我这样智商的，哎呀，一般人都玩不了。哎呀！啊，你太幼稚了吧！啊，在战场上摸爬滚打的人，你怎么能喜欢这种玩具手枪啊？哎呀，我告诉你吧，这只是礼物之一啊，真正的第二份礼物啊，看见了吧？哎，在这儿呢啊，看看。国寿家园，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这可不是一般的健康养老社区，那高级的不得了。哎，我的好几个朋友都订那儿了。怎么样？哪天我陪你去看一看？你人生退休之后的几十年，咱俩在一起过呗。常爷爷啊，这人家好好的健康养老社区，被你俩说的这么意味深长。哦，快来快来，我都写好了。好，来，告诉常爷爷怎么打。这样插进去，插进去就可以了。对，这样。对，正面。
对，好，你看啊，先是换弹，换弹，这是发射子弹，哦，然后这是往右，往左，哎，看到人了，哎，这是发射，快看，发射，对，好了，看啊，换弹，发射子弹，啊，往右，往左。错了，要隐蔽集结，你才能偷袭成功啊！快躲呀，快躲！哎呀，外公别打扰我。突破后要为师必须抽力，呈梯子纵深部署。哎，不行了，要输了。你看，哎呀，纸上谈兵的方法都是狗屁，新时期靠的是脑力。做功课去了？不，我还要玩。听话，哎，听话啊！去。常伯伯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浩浩要做功课，让我爸陪你玩。好。我不玩这个，谁玩这个就好玩。我好玩。哎，这怎么上膛？看着啊，上膛，好，左，右，哦，哎，你看我杀你个片甲不留！还是老样子，连迂回包抄都不知道。哎呀，我就这样啊，打了多少次胜仗，我是指导老巢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把这个常剑雄和这个南桥的这仗打赢了，我再服你俩。哎呀，常剑兄真是可惜了，怎么做了你的儿子？啊，你看看那身板，那架势，啊，那智慧，活脱脱的一个司令员的模子，怎么就摊上了你这么个掉在钱眼的爸爸？哼，那南桥才可怜呢，敢想敢做，生生被你给遏制了。你看那眼神，看那思维，看那气质，活生生一个天才少女，就碰你这么一个老虎板的爸爸。南桥的脾气不好，谁都受不了。做大事必须坚持自己。我告诉他，这常剑雄才是真傻子，给他家产的不要，非要从司机做起。这才是大将的风范，靠自己那才真悍。你喜欢，送你啊！嘿，我还真是常剑兄的拥护者啊！给我做儿子好啊！你喜欢南桥，我送给你了。那就这么定了。我呀是南桥的铁杆粉丝。这老了，咱俩达成共识了，越来越默契了吧？所以我说咱俩必须得住得近一点，干脆咱俩就到这个国寿家园，3点一线，4季常青。那每个季节啊，可以到不同地区的那个分部去住住，就跟旅游一样。要去也是我自个儿去，跟你门儿都没有。躲开，出来！时间真是良药啊！是啊，可以让人忘记很多事情，是可以让人麻痹很多事情吧？姐夫呢？爸过生日他怎么不来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一件一件芝麻绿豆大的事，累积成现在这个模样。你们俩出问题了？那他也太不懂事了。爸过生日得来一趟吧？你得找他谈谈。知道。我去看看汤好了吗？
上。老大跟这妞聊多长时间了？临时的10倍。10倍。看来今天心情不错。是啊，早着急了。酒挺贵啊，我请客。刚说完就请了，亮郎跳。我看那个妞跟你聊得挺好的呀，又聊急了。咱们干的是服务行业，这母羊是该关门了。我已经很努力的去跟他聊了大概10句话。哥，我在质疑你呢啊！此时此刻不应该打我一顿吗？等一下就打你一顿。为什么要打我呀？你撩我啊？我哪有那妞会撩啊？她虽然长得丑点，但是多有料啊！不喜欢。也是，你呢，最强大脑，就应该找一个高智商的人去撩。我掐指这么一算呢，就一个姑娘。南桥。造型挺不错的。哎，看来你跟他的关系挺不错的，发展的非常惊人啊！什么玩意儿？重点 ABS， 而他管这个呢叫 Kiss。老大是中了南桥的毒。我接近欧阳琦呢，是没有附加条件的。怎么这样说呢？你接近南桥，是为了报复常建雄？不是，南桥，我相信他当初做无人机的时候呢，不是为了盗取我的事。就算没有以前的我，也有现在的我。你明白我说什么？安姐回来了。我知道，我找过你了。来，喝酒。饭局做了，这果然真跟那个当时咱摸枪似的，是不是？我说，女儿好不容易回来，一会儿你可别撂脸子，啊！倒是你啊，别在你儿子面前掉链子。哎呦，你说说你，怎么就嘴那么硬啊？啊！把他收起来，听见了没有？好，哦，别玩了，吃饭了。我们今天给爸爸过生日啊，不开心的事儿不说，工作上的事儿不谈，小乔的无人机也不谈。常叔叔，落座吧。好，走吧。喝酒了？好。哎呀，过生日喝酒，真好。爸爸，今天给你过生日，你不落座，我们怎么开席呀？
对对对，这就是我小姨研制的无人机。好玩。看什么看？吃饭。啊，吃饭。正好让舅舅看看小姨做的无人机，就放这儿。你把这东西带回家显摆，你是吃饭呢，还是向我示威呢？安琴，把这个下酒菜给你常伯伯换过来。哎，不用换，我能够着，能够着啊。常伯伯，你不懂。啊。小乔，你看，还是爸爸心疼你，知道你爱吃虾。你呀，好话就不会好好说，啊？成功了又怎么样？只不过撒撒农药，测测地图的玩具。科技研发哪儿那么容易啊？无人机的应用前景特别广阔，不管是从技术上还是安全性，完全可以替代飞行员，甚至……别咳嗽，我没有生气。攒了3年的怨气也好，憋了3年的委屈也罢，你今天都让你一口气说出来，甚至什么？甚至可以研制出载人的无人机。痴人说梦，都载人了，这还叫什么无人机啊？再说了，那飞行员是多少年的训练和经验的积累，你以为你的电脑能代替啊？在美国，谷歌的地面无人驾驶已经成功的投放到市场了，我们中国怎么就不可以有这个技术？虽然现在载人无人机飞行技术不成熟吧，电脑也代替不了人脑，但是只要经过无数次的测试、修正、改进，这项技术迟早会改变人类出行方式的。你以为美国的无人驾驶就没有出过车祸啊？每个人的飞机都在天上，那不乱套了？你眼中的乱套，在别人眼里那是高科技、前沿的高科技。我们公司现在可值钱了，您要是不信，就上网查一下；要是不想查，就擦亮眼睛等着看我们能不能制造出一架空中的特斯拉。那你的研究什么时候成熟？能不能成熟，这还是未知数。谁敢坐你的飞机，当你的小白鼠实验品呢？我啊，我就是第一个乘客。你哥哥已经出事了，你还想让南家出事啊？您打从一开始就觉得我的这个技术会出事儿是吧？早知道是这样，我今天就不应该回来。你给我站住！跟我来。小乔。哎呦，爷儿俩这么多年了，好不容易有个机会面对面，再不说啊，就没机会了。我怕小乔。哎呦，放心吧，家不是一个说理的地儿，是一个讲情的地儿。每个做父亲的都一样。走。把门关上。你哥哥是一名全空军最优秀的飞行员。是。他是为了保护群众，明明可以跳伞求生，却携机牺牲的烈士。是。你知道不知道？你哥哥是我们南家的长子，是我南皇昼的儿子。
你知道吗？我儿子3年前都没了。我知道，我哥哥是英雄，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你不知道，这3年来我见不得飞机，见不得别人和儿子遛弯儿。今天你把这个东西带回来，我忍了。但你说你要去实验你的载人无人机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们南家死了一个，你还要去再派个送死吗？飞行的灵魂是什么？是飞行员。在警报拉响的那一刻，留给你哥哥的只有0.3秒。0.3秒，你哥哥做出了选择，他拉升飞机，飞越村庄，撞死在悬崖上。你的无人机呢？飞行员在面对侧倾所做出的反应和决定，那是你的无人机永远也做不到的反应。你的飞机一旦出事，只能坠落村庄，成为灾难。我的飞机不会出事的。我就是为了像我哥一样的飞行员，不再白白的牺牲。你哥哥是为了救我牺牲的烈士，你做无人机摔死，那就是个笑话。那我就是个笑话。老常，他们俩真的会没事吗？再难解的心结也得由他们自己来解。可是南伯父他什么都知道，哼，也就你们以为他不知道。可是知道了又怎么样呢？走的是他儿子。南思是一个好飞行员。南思哥是我们所有人心里的痛。南思是南桥心目中的骄傲，所以他和你们不一样。还不快去追！小乔，我送你回家。我去公司待会儿，放心吧，我没事。10月，玩够了，就该回来了。
生原来最危险，一点一点沦陷。我已经爱上你，却不自觉。我爱你，爱上你的一切，就算你任性3夜左右我的视线。清醒和梦境的边缘，再给你一点温柔，陪在你身边。我爱你，你的一切，就算不被谁了解，我执着的狂恋。等故事写到结局那一页，是我在你身边。爱上你的一切，就算你任性3夜左右我的视线，在清醒和梦境的边缘，再给你一点温柔，陪在你身边。我爱你，你的一切，就算不被谁了解，我执着的狂恋。等故事写到结局